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做黑香米馒头，这个馒头的配方是一个商用配方，还是老爷子20多岁打工的时候用的。虽然是30多年前的配方，但是做出来的黑香米馒头色泽特别的好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想知道怎么做的朋友，接下来就来开始分享制作。首先准备150克的黑香米，先浸泡2个小时。这期视频不是很长，制作也比较简单，希望大家给个完播的支持。黑香米浸泡好之后再淘洗2遍，淘洗干净。接着把黑香米加入到料理机里面，或者是破壁机，总之是能打碎的那种机器就好。然后加入300克的水开始研磨，就像磨豆浆一样，一会儿会用研磨出来的水来和面，所以水的分量不要加多。研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最好让材料变得特别的细。材料研磨好之后就倒在和面盆中，接下来就开始来和面。材料中先加入10克的白砂糖，再加入5克的酵母粉，把材料先混合一下。最后加入500克的面粉，中筋粉、高筋粉都可以，然后来和面。配料非常的少，但是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。老爷子还特意嘱咐我，配音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。首先来说，面粉和黑香米的配比是10:3，500克的面粉配150克的黑香米。如果黑香米的比例超过30%，放的黑香米越多，蒸出来的馒头就会越硬；如果低于30%，蒸出来的馒头味道会越来越淡。所以这个配比蒸出来的馒头醒发又好又香。加入了10克的白砂糖，蒸出来的馒头的色泽会比较好。这2点就是蒸好黑香米馒头材料的配比。现在的面团已经成型了，如果面团比较硬，就适当的再增加20克的水。万一有朋友的黑香米浸泡的时间比较长，或者是在加工的时候黑香米的水控的不干净，可能也会有偏差，所以这一步就多余出来一点水，根据情况调节。接下来面团可以多揣一会儿，把面团揣到手上和和面盆上没有多余的面粉了，面团比较光滑，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取出来之后，面团最好也要再揉一会儿。做馒头，面团多揉一会儿，做出来的馒头会更香。揉好之后，就根据自己蒸过的大小分成不同大小的剂子，视频中是分了9个。接下来把剂子再揉一下，保证馒头的表面是光滑的。这个揉面的手法不太好解说，大家就参考一下吧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放在盖垫上，盖上一张厚的笼布，让它醒发。醒发的时间和环境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面团的状态来看好没好。首先是看大小，醒发6至7分，就是体积膨胀60%到70%。其次是可以用手轻轻的按一下，按下去之后慢慢的回弹，也是醒发好了。通过这2种方法很容易辨别，接下来就可以放在蒸锅里去蒸了。这款馒头在和好面之后没有醒发，是做好之后醒发的，所以直接热水起锅。如果是面团和好之后醒发过，然后再制作的馒头，就可以不用再醒发了，直接可以凉水起锅来蒸。如果实在闹不明白的朋友，那就直接跟着视频做，把醒发好的馒头放在篦子上，热水起锅，用中火蒸25分钟左右，蒸好之后再焖2到3分钟，然后出锅。蒸好的馒头醒发又好，吃起来又香，色泽又亮，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蒸好的馒头吃不了，可以放凉之后放在冰箱的保鲜层保存，下次吃的时候再蒸一下，和刚出锅的一样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